在说完交换机的工作原理之后啊，我们来继续的去介绍小范围的局域网。下面的这个章节呢，我们来讨论微 LAN 的原理和微 LAN 的配置。好，在我们说到交换机啊，特别是2层交换机的一个工作原理的时候，我们谈到的这个传统以太网的一些弊端，比如说最传统的以太网啊，无论是 Hub 的还是总线型的，它冲突是比较多的，大家在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人发。那么改了交换机以后呢，交换机把冲突给隔离了，但是对于2层交换机来说啊，特别是我们的交换网络里面来说，那么它的广播就多起来了。这个广播多了呢，其实也不好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张图里边所显示的这个主机啊，右边这个主机啊，我们主要呢是想访问最左边这个主机，而由于交换机里边在开始的时候啊，它是没有这个左边这台主机的这个MAC 地址的，那么它怎么办？它就做了一次广播，将这个东西广播下来，然后它呢把这个玩意儿分给了2个 PC。对于中间这个 PC 来说，很明显你发给我这个数据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意义要它。那么而你确实把这个东西发过来了，你占用了这里面的带宽。如果说在网络里面设备一多啊 PC 一多，终端一多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广播的流量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说在传统的以太网里边啊，广播特别多或者说是冲突特别多，会影响一个问题。然后说为什么会多呢？其实很简单啊，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也好，工作中也好，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要么是这2个地方离得比较远，要么是什么呢？要么是我这个交换机可能啊，或者我们用这张图来看，可能呢这个交换机呢我已经接满了设备了，就是交换机上面的端口是有限的嘛，对吧？我接了我这个屋子里面一共有30个人，但是我这个交换机上只有24个口，那剩下那6个人怎么办？啊，那么再买一个交换机，对吧？再多买一个交换机，然后呢，这边24个口，这边24个口，然后呢，大家均分开插一下，插完了以后呢，把2个交换机可以连起来，这样的话呢，大家其实就在同一个这个小型的局域网里了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的，但是啊，一旦这样做了以后啊，我们会发现扩展起来还是挺容易的。这样呢，第一个我们解决了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解决了一个这个距离的问题啊，比如说最右边这台设备离着比较远，那怎么办？我又想跟他们加进来，好吗？你不是说网线只有100米吗？他这儿离了200多小300米，那咱们多接2个交换机嘛。注意啊，一段网线100米的意思是从这个点到这个点，两端设备与设备之间100米，而不是说从 A 点到 B 点一共100米。那么这是100米、200米、300米、400米，反正我能一直支持400米。那么你这个东西呢，你这个 PC 呢，离我这边大概有个200多300米，那我中间这么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样呢，网线你多接交换机，其实还可以有一个作用，就是延长网络。但是你的网络不能延得太长啊，这个跟我们后边的另外一个生成数技术有关系。你不能延得太长，但是总归你能延一些的。一旦这样延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会有很多个交换机在我们的网络里边。我们有很多的交换机，每一个交换机下面我们这儿画的比较少，但是呢，事实上每一个交换机下面都会挂着很多的 PC， 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这个整个的一个网络里边有好多个 PC， 不定哪个 PC 给别人发送一个这个报文的时候那么交换机就要把它广播一下，也可能是单播，也可能是广播。然后一旦你的 PC 过多，还记得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叫做免责或者叫做无故 ARP 吧？就是那个地址探测技术，那个重复地址探测技术也是一个广播报文，那是个 ARP ARP 一定是个广播报文。所以说呢，你在网络里边就会充斥着大量的无意义的广播报文。而在这个网络里面，你再看这2个交换机在一个部分或者说这3个在一边，这3个在另一边，然后2段中间只有1条线相连。如果说你有一个广播的话，那么中间这条线上一定会有广播的。为什么？比如说他发了一个广播出去，那么
这个交换机收到了广播怎么处理？发向其他所有端口，那么必定会这儿发一个。它收到了广播，必定向这边发一个，向这边发一个。那么这个发2个，然后再往下发。反正如果是个广播，就所有人都能收得到。这样子的话，一会儿它再发一个，这个玩意儿又发回来了，哎，发向上边，对吧？然后它又发回来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会导致中间这个线缆上面充斥着大量的无意义的这种地址探测的广播消息，这都是占用系统带宽和系统资源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需要考虑到去解决一下这样的问题？而且呢，广播的设备越多，那么这个对于其他设备的影响也很大。所以说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那么考虑这个如何去解决这个广播特别多而且呢，我们要考虑如何去解决这个广播量特别大的问题呢？那么我们设定的一个技术就叫做 VLAN 叫做 Virtual LAN， 叫做虚拟局域网。刚才我们说的如果没有这个技术，那么所有的设备都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那个是个真实的，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真实的局域网把它虚拟成多个虚拟局域网，把它看成多个虚拟的东西，然后每一个虚拟的局域网之间每一个虚拟的局域网内部是一个普通的网络，而虚拟的网络和虚拟的网络之间原则上没有通信的能力。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将广播控制在某一个小的范围之内。其实呢，说白了 ，VLAN 是什么 ？VLAN 就是将用户或者说叫终端设备在交换机或者说在2层通信的时候为其分组的一个功能，就是为其分组的一个功能。好，比如说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我这么多台设备，我可以给它分成2个组，中间这3个是一个组，而右边的这个和左边这2个属于同样的另外一个组。注意中间没断，所以说它们是一个组。那么组内可以通信，组间原则上不能完成通信。那么也就是说 ，VLAN 1或者说我们中间这3个，它们3个可以通，然后这个和这俩可以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大大的减少了广播数据的发送，降低了广播。所以说我们说 VLAN 可以能够隔离广播域，广播只在本 VLAN 内或者本组内进行。那么我们怎么去描述这个组呢？就是我们分组以后怎么去描述它呢？起名、编号，就这2种方法。那么在我们的网络技术里面，我们采取了编号的方式就是通常大家听到的 VLAN 1、VLAN 10、VLAN 20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好了，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给它起名或者编号呢？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在这儿，在这个地方上。好，我们来看，在整个的网络里边我们的线路，这个上面画的线路就是物理线路。比如说他们2个要进行一个访问，这是组内应该是允许的，对吧？那么它的真实的数据传递路径是什么呢？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最左边和最右边的来说，他们2个的真实访问路径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在中间这个线路上面，你会发现中间这个线路上面要同时去承载2个组或者叫做2个 VLAN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这2个数据都到了这儿以后，对于这台交换机来说，如何将这2个数据区分出来，到底是往这边转发的这个组1VLAN 1，还是到底往右边转发的 VLAN 2呢？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机制去标识这个数据报文到底是哪个组的，这个东西就是 VLAN 编号。在数据报文里边，我们需要给这个数据报文增加一个全新的一个字段也好，增加一个什么东西也好，然后来告诉我们的设备，让我们的设备能够知道这个数据到底属于哪个 VLAN， 这个东西叫做封装方式。那么这个封装方式里面的这个加入的这个字段，我们叫做 VLAN tag，叫做 VLAN 标记，叫做 VLAN tag。
一个普通的数据报文是上面的这种情况，看第二层的封装是目标 MAC 地址、原 MAC 地址，打哪儿来到哪儿去，然后类型值啊里边是什么，后面有一个校验，完事儿。这个东西叫做未携带 tag 帧啊，这个东西叫做未携带 tag 的帧，也叫做什么呢？也叫做标准帧。而如果你这个东西是要区分出来是哪个 VLAN 的，那么前边的12个字节不动，目的 MAC 原 MAC 还在这儿，然后在这个后边注意看，在这个位置其实它是做了一个增加的，它在这个第12个字节之后加入了4个字节的 tag 或者叫做 VLAN 标记字段。在这个标记字段里边，前边的16个前边的这个2个字节啊，前边的2个字节固定为8100，16进制的8100，然后后边的16个 bit 2个字节里边啊，有3个比特的优先级啊，这个是告诉你这个 VLAN 的优先等级，然后这是1个比特的 CFI， 这个 CFI 叫做这个顺序位啊，是正序还是倒序，这个大家记住就可以了，在以太网里面这个都取0就可以了，不会有别的了。现在后边的12个 bit， 注意，后边的12位才是标识你到底是哪个 VLAN 的。所以说 VLAN 的编号取值范围只有12个 bit， 2的12次方等于4096，它的取值范围是从0到4095，然后规定了0不能用，4095不能用，所以说 VLAN 的取值范围是1到4094，啊，它是这么来的。这是 VLAN 的一个编号，你是哪个 VLAN 的，在这个地方就写上你的 VLAN 编号，后边的东西不动，把上面那个照抄下来就可以了。那么一旦你的这个数据报文里面，或者说2层的报文里边带有了 VLAN 标记啊 ，VLAN 的这个 tag 标记，那么这个帧就叫做携带 tag 的帧，或者我们叫做 VLAN tag 帧，简称 tag， 啊，或者叫简称 tag 帧。注意，上边的这个叫做标准帧，或者叫未 tag 帧，下边这个叫 tag 帧，或者叫做携带标记的帧，这2个是不一样的。通常情况下，我们默认的认为是这样的：终端设备 PC 手机什么乱七八糟的一类的，凡是你操作的终端设备只能发送和接收标准帧。网络设备什么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这些设备可以通过配置接收和发送标准帧，也可以接收和发送这个 tag 帧啊，标记帧。网络设备这2种帧都可以处理和接收发送。那么对于终端设备来说啊，其实是只能发这个的。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在网络规划也好、设计也好，我们之前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东西啊，并不能说这一定不是。比如说，在我们某些设备的网卡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网卡，我记得我这个网卡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的网线网卡是这个。好，那么我打开，你看我的这个8259几的这个579的这个笔记本自带的这个网卡啊，然后你点一下这个网卡的配置，在高级里边啊，我们可以点到一个什么呢？在高级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点到了一个优先级和 VLAN。在这儿，你看这个值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启用 VLAN。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点开启用 VLAN 的话，那么你可以在另外的一个，应该是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啊，我就不去找它了。是什么呢？你可以设定你的 VLAN 编号，就是说你可以支持一个 VLAN。这个呢，其实是跟我们的网卡的驱动有关系的。某些高档次的啊，某些高级的这个服务器，它的接口本身就是可以接收并发送 VLAN 信息的，带有 VLAN 信息的数据帧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说终端啊只能接收和发送标准帧，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模拟和假设。通常我们在网络设计的时候都要这么来做，仅此而已。
那么加入 tag 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通过 tag 里边的这些标志位来区分不同的 VLAN 编号，就是说你这个数据报文到底是哪儿来的，是属于哪个 VLAN 的。